在 YouTube 上面呢，很多的博主呢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在美国呢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社安金到底什么时候拿是最划算的。我发现大部分的观众最后都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62岁就拿，不要等。原因很简单因为早拿呢就早享受了。但是我分析过很多的退休案例之后呢，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其实没有一个答案是适合所有人的。每个人的家庭健康财务还有资产的配置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，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几岁开始拿最划算，而是你的情况什么时候是最适合拿的。如果你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呢，其实你只要问自己6个问题，那这6个问题呢，基本上就可以帮你找到答案了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udy， 在美国生活超过40年，有8张的专业执照。每周六美国东岸时间晚上8点钟呢，我会固定和大家分享最新的影片。我做这个频道呢，是希望华人在美国少走弯路，享受生活，安心退休。第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的健康状况如何？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 Social Security 它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长寿的保险 Longevity Insurance。 简单的来说呢，你活得越久，越晚拿就越划算。62岁开始可以拿，你取决于你的年龄呢，你的福利可能会减少，最高是到 30%。如果是1960年或以后出生的人呢，他们的 Full Retirement Age 是67岁。这个 FRA 呢，其实就是拿来算正式退休的年龄。如果从67岁延迟到70岁再提领 Social Security Benefit， 每延迟1年呢，就可以增加 80% 的 Delay Retirement Credit， 就是 DRC。 每年呢，还会跟着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 通膨调整。所以如果家族普遍的长寿，自己身体也很健康，父母呢都活到90几岁，那么很多情况下晚拿可能会更有利的。像我之前的影片呢，就分享了我的阿姨们，大阿姨呢已经100岁了，小阿姨呢也已经90岁。我的外祖父母都是90几岁过世的，所以呢我也有长寿的基因。那可能对我来说呢，晚一点提领是比较划算的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你退休之后还会继续工作吗？如果你在 Full Retirement Age 之前拿社安金，同时又有工作收入，那么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收入的限制。2026年的规定大约就是，如果是到 Full Retirement Age 之前还在工作，而且收入已经超过了大约是24,480块的话，每多赚2块钱，那社安金呢就会被扣1块钱。但如果是在 FRA 之后还在工作的话呢，而且收入超过了65,120块，每多赚3块钱，社安金呢就被扣1块钱了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你在62岁开始领社安金，但是还在工作，而且呢收入还不低，那其实也拿不到多少钱。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其他的退休收入来源，例如说 401k、IRA、租金收入，或者是你的投资收入、年金等等。如果你的退休收入来源很多，有的时候呢，延迟拿社安金反而是很好的策略。因为社安金它有2个非常重要的优点，第一个它是终身收入，第二个呢它有通膨的调整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。 所以呢，先花其他的资产，再把这个社安金留到70岁来拿呢，会让未来的这个退休收入更多更稳定了。第4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已婚。因为很多人呢会忽略了一件事情，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呢，它其实是夫妻共同的退休规划工具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丈夫的收入比较高，他如果晚拿社安金，而且比太太过世的早，那么未来太太的这个福利呢，就是 Survivor 的 Benefit 呢，其实会更高的。也就是说呢，晚拿它不只是影响自己，还会影响到配偶的收入保障，这一点对很多家庭来说非常重要。第5个问题就是你的税会不会变高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了，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呢，其实可能是要交税的。如果你的退休收入比较高，最多呢也可能高达了 80% 的社安金需要交税。而且社安金呢还可能会影响了 Medicare 的 IRMA Surcharge 资本利得税啦，还有 Roth Conversion 策略等等。所以呢，在60和70岁之间做一些 Roth Conversion， 然后70岁再开始拿社安金，这样的税务呢反而是更有效率的。那最后一个问题呢，其实很简单的，就是你现在需要这笔钱吗？如果说没有其他的收入，或者说退休金不多，那生活开销呢，它需要依靠了社安金，那么62岁拿呢，其实也是非常合理的。因为退休规划它不是数学的问题，它是一个生活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你正在思考了 Social Security 什么时候拿最好，先问自己这6个问题。
第一个，健康状况；第二个，是否还会工作；第三个，你是否有其他的退休收入；第四个，配偶的情况；第五个，税务的影响；第六个呢，是否需要现金流。当你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，答案通常就会出来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一类关于退休、财务、人生规划的内容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也欢迎各位朋友呢，在留言区分享各种退休或者是美国生活的经验或者是建议。谢谢你的观看，请点赞、收藏、开启小铃铛、留言和转发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